第156章，考虑长远的梅丽莎。而且我还额外付出了一份小丑配方的功勋，这都是当初为了分2次领功劳造的孽。算了，最近也找不到机会说我其实有小丑魔药的配方。克莱恩吸了口气，努力挤出笑容道，希望考察能够顺利。他对于邓恩让自己回去继续值守查尼斯门的决定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他不仅欠缺监视、调查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而且在正面作战上也达不到及格线。射击领域，他和普通的警察比，算得上不错，但队员个个都是身体素质得到提升的非凡者，即使不是神枪手，也差不了多少。至于近身格斗，克莱恩更是才入门的水平。简单来说，即使有沉眠符咒、安睡符咒和梦境符咒，他也依旧属于辅助型的非凡者。对付普通人很简单，一旦遭遇擅长战斗的同类，就相当危险了。等我晋升序列8，成为擅长技巧型格斗，并可能掌握着少量法术的小丑，我就能独自完成一般的超凡任务了。如果还能成功窃取封印物30782的力量，制作出扬言符咒，那就更加完美了，以弱胜强都不是不可能。克莱恩充满期待的想着，缓步走回了黑金级安保公司。一直到第2天清晨，他结束值守，离开查尼斯门时，职业者小队对疯人院胡德、欧根的监控依旧没能获得有用的线索，暂时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线人在内部的调查。回到家中，克莱恩安静的用完早餐，躺回卧室，一口气睡到了中午12点。他自然醒转，稍作洗漱，闻着食物的香味走向了1楼。梅丽莎在准备午餐，克莱恩望向在客厅看报纸的班森。班森放低报纸道，是的，他今天有客人来访，我让他和客人聊天，我来准备午餐，结果他竟然不信任我的厨艺，拉着客人一起进了厨房，这非常不礼貌。班森，你竟然这么快就察觉到梅丽莎对你厨艺的嫌弃。克莱恩忍着笑意走向单人沙发，随口问道，梅丽莎的客人？是的，你应该认识，在塞琳娜生日晚宴上见过的伊丽莎白。班森往后一靠，继续舒服的阅读报纸。不只是在生日晚宴上见过，他竟然真的来拜访了。克莱恩表情微滞，侧身望了眼厨房门口。就在这时，梅丽莎端着盘子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同样挂围裙的伊丽莎白。克莱恩，你醒了，我正打算去叫你。梅丽莎颇为欣喜的将散发出肉香味的盘子放到餐桌上。这是伊丽莎白，你认识的。你好。克莱恩有着可爱婴儿肥脸蛋的伊丽莎白笑容灿烂的打了声招呼。克莱恩不失礼貌的温和回应。等到2人互相致意完毕，梅丽莎眨了下眼睛，非常认真的说道，伊丽莎白等下会跟着我们去帮助家庭仆人协会，他们家雇佣了好几位仆人，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其实我们已经拟好了挑选杂货女仆的要求，你们听一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梅丽莎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居家衣物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展开念道：1. 身体健康；2. 勤劳有责任心；3. 善于烹饪；4. 安静不吵闹；5. 家庭背景简单；6. 长相普通。一条接一条的要求被念了出来，克莱恩和班森听得嘴巴半张，眼神茫然，都没想到只是雇佣一个杂货女仆会弄得这么麻烦。梅丽莎，你之前不是反对雇佣杂货女仆吗？等到妹妹停止，克莱恩下意识问了一句。梅丽莎抿了抿嘴，郑重点头道，是的，我反对，但既然我的反对无效，那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件事情做好，而要将一件事情做好，事先必须有足够的准备。你们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没有。克莱恩和班森同时摇头，引得伊丽莎白掩嘴窃笑。用过午餐，一行4人乘坐有轨公共马车，来到位于香槟街的廷根市帮助家庭仆人协会。这与克莱恩上辈子知道的家政公司其实很接近，但有着半慈善的性质。一方面，他们登记各类仆人的个人信息和工作需求，方便雇佣者挑选的同时，也增加受助对象就业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会组织一些基本的培训，提高受助对象的工作能力。他们的维持经费有部分来自慈善组织，有部分属于雇主的额外支付，靠着集聚性、整体性、方便性和组织性，很快将那些个人代理逼得要么加入，要么改行。进了协会，克莱恩等人立刻就受到热情的招待。一位穿淡黄色有荷叶边长裙的年轻女性引着他们到沙发区域坐下，微笑问道，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我们需要雇佣一个杂货女仆。这种时候，班森就被弟弟和妹妹推到了前面。你们有具体的要求吗？那位年轻女士熟练地问道。
班森认真回忆了下自己厨艺和克莱恩的对比，颇为恳切的说道：“擅长烹饪，擅长烹饪。”年轻女士微皱眉头道：“坦白的讲，杂货女仆里面没有谁擅长烹饪，你们不如雇佣一位厨师。如果你们需要女性厨师，我们协会也有不少杂货女仆里面没有擅长烹饪的。”见自己拟定的要求刚开始就遭遇了挫折，梅丽莎忍不住插嘴反问道。年轻女士点了点头，肯定回答：“杂货女仆要么是底层劳工的女儿，要么是乡下来的姑娘，她们本身能够接触到的厨艺都相当差。即使经过协会的简单培训，她们也顶多能保证做出来的食物不让人生病。”梅丽莎一下默然，终于明白什么叫计划没有变化快。这真是让人遗憾的事情。班森想了下，组织着语言道：“或许我们可以改一下要求，愿意也有那个能力学习烹饪，不错嘛。”班森的脑子转得可真快，不用我插嘴了。克莱恩坐在旁边，一手握杖，一手拿帽，悠闲而自在。这个没有问题。烹饪培训的时候，我们会记录那些表现出众的姑娘。年轻女士职业性的笑道：“还有另外的要求吗？”有感受到梅丽莎的目光，班森吞了口唾沫，从衣兜里拿出那张纸，一条一条的念了起来。那位年轻女性怔怔听着，好半天才回应道：“我先去筛选下资料，给你们推荐一些符合要求的杂货女仆。你们可以不急着做决定，先挑选2到4位，由我带领他们到你们家试做一次，然后再确定雇佣谁。当然，这会让你们额外支付给协会的费用多一点，而食材也需要你们自己准备好的。”班森叠好纸张，礼貌点头。那位年轻女性站起身，往里面的办公室走了2步，又回过头来，讪讪笑道：“能将那张纸给我吗？我怕遗漏了你们的要求。”“没有问题。”班森忍着笑意回答。过了一阵，那位穿淡黄长裙的年轻女士拿着一叠资料出来，交给班森挑选。这些资料上面标注了杂货女仆的真实姓名、出生年份、家庭情况、五官描述、身体状态、过往经验、相应特点和期望薪水等信息。趁班森和梅丽莎认真翻看资料的机会，伊丽莎白凑近克莱恩，小声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吗？”“有，但不够具体。”克莱恩随口敷衍道。伊丽莎白更感兴趣了：“那你会如何选择？”克莱恩低笑一声，指着左侧袖口内隐藏的领摆道：“当然是写下对应语句，挨个排除，占卜出最适合成为我们家杂货女仆的那位。”伊丽莎白一下愣住，10几秒后才略显迷茫地点头：“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我竟然忘了你是……”他没有说完，因为梅丽莎敏锐察觉到两人在窃语，将目光投了过来，深深看了好友和哥哥一眼。梅丽莎露出仿佛在思考般的表情：“喂，妹妹啊，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在正常的交流。”克莱恩轻咳2声，主动拿过部分资料，随手翻阅起来。很快，他们敲定了3位人选，价格在每周4苏勒8便士到5苏勒2便士不等。班森没有去压杂货女仆的薪水，而是认真和那位年轻女士讨论起需要额外支付给协会的金钱。经过一番友好的磋商，他成功将这部分费用从杂货女仆的2周薪水变成了1周薪水，但要另外支付对方带领杂货女仆来时做家政的协会马车费用1苏勒。敲定好这件事情，伊丽莎白告辞离开，兄妹3人则乘坐公共马车返回了水仙花街。一路之上，克莱恩被梅丽莎审视的目光看得非常不自在，刚入家门就要直奔2楼。克莱恩梅丽莎出声喊住了他，用一种反复思考后的郑重语气道：“如果你想和伊丽莎白订婚，你需要更加的努力。他父亲是一位进出口商人，母亲是从男爵，也就是常说的勋爵的女儿。等等，订婚？什么时候的事情？”克莱恩一脸茫然的看着妹妹，他这都操心到哪一步了？第157章，梦想的物品。不，我们没有。克莱恩反驳的话语还未来得及说完，班森就微笑打断道：“虽然伊丽莎白的年纪确实小了点，虽然她的家庭情况比我们出色了不少，但我认为你们还是挺合适的。只不过你可能还得等几年。她在读工学，目标是考入大学，结婚至少是6、7年之后的事情了。当然，你们可以先订婚，你们不要考虑的这么长远，好不好？”克莱恩吸了口气道：“我并不喜欢伊丽莎白。准确的表达是，我并不喜欢年纪比我小很多的女孩。我喜欢成熟一点的，其实，在合理范围内，我都能接受，但不是现在。”他无奈的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喜欢成熟一点的。”梅丽莎微皱眉头道：“那你必须尽快解决婚姻问题了。”
克莱恩实在难以理解妹妹跳跃的思路，茫然反问道：为什么？梅丽莎非常认真的解释道：等你为将来的婚姻攒好足够的金钱，你差不多有25、6岁了，比你成熟一点的姑娘在那个年纪，要么已经结婚，要么早就订婚，难道你想追求一位寡妇？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克莱恩满脸呆滞的在心里用中文回了一句，班森则笑着反驳了妹妹：梅丽莎，你不明白，在如今的中产阶级里，30岁还没有结婚或者订婚的女士并不少见，她们以女神的信徒为主，大多数拥有让自己过得不错的能力，宁愿单身，也不想接受一桩不满意的婚姻。我在家庭杂志上看到的，是吗？梅丽莎毕竟只是一个16岁的少女，对类似的事情了解不多。见哥哥和妹妹越聊越有兴致，克莱恩咳了一声道：我说的成熟一点，是指心理状态，不是必须比我年纪大。而且，更该担忧婚姻问题的是班森。对不起，哥哥，我也是迫不得已。他在心里默默道了声歉。梅丽莎愣了一下，接着重重点头：是的。本来还想具体讲一讲中产阶级的婚姻问题，班森忽地打了个寒战，望着凝视自己的妹妹道：我正处于人生的转折期，必须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学习，等到我有了满意的工作和一定的积蓄，我才有信心去追求心仪的女士，给她足够美好的生活。克莱恩和梅丽莎先是一怔，旋即同时脱口道：你有心仪的女士了？只是随口敷衍的班森顿时吓了一跳，慌忙摇头：没有，我只是举个例子。贝克兰德，希尔斯顿区一栋略显阴暗昏沉的房屋内，没有点火的壁炉前，一位两鬓花白的中老年男士拿着深色的烟斗，安坐在摇椅上，目光幽深地望着沙发区域的访客。他是这里的主人，艾辛格·斯坦顿，小圈子内非常有名气的私家侦探，但他没有开设事务所，只是请了位助手帮忙。身穿白衬衣黑马甲的艾辛格将烟斗凑至嘴边，陶醉的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道：半个小时的咨询费用是1磅，如果我是你们，肯定不会浪费1秒钟的时间。沙发区域的2位女士正是福尔斯、沃尔和休·迪尔查，他们搜集到了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的资料，打算请擅长演绎法的大侦探帮忙总结出目标的行为规律。当然，他们隐去了麒麟格斯的名字，并将涉及超凡的内容更改了描述。看着面容消瘦、棱角分明、蓝眸浅暗的艾辛格，休·迪尔查将手里的文件袋递给了对方的助手，一位戴金边眼镜、气质干练的褐发年轻人。侦探先生，我希望你从资料里找出目标在贝克兰德的行为规律。虽然个子不高，但当休·迪尔查笔直端坐，沉声开口时，那种威严依旧让人不由自主就想服从。艾辛格深深看了他一眼，从助手那里接过文件袋，解开缠绕，抽出了里面的资料。他放下烟斗，专注阅读起来，一张一张，没有遗漏。10几分钟之后，这位两鬓花白的绅士缓慢地轻敲起扶手道：目标对风有偏执的喜爱，那么在尘埃之都贝克兰德，他肯定不会挑选污染严重的区域长期居住，也就是说，他可能住在皇后区、西区、希尔斯顿区、乔伍德区或者北区郊外。目标是位心理有疾病的连环杀手，每隔1天就要谋杀1位活人。合理的做法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贝克兰德，连警察都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流浪汉。目标居住的区域距离流浪汉众多的东区、贝克兰德桥等地方不会太近，也不会太远。频繁在周围寻找受害者是不成熟的表现，这和你们的描述不符。而如果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想要谋杀的对象，目标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在容易暴露的情况下犯罪。目标是位资深水手，拥有非常出众的水中活动能力。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他居住的地方不会离河流太远。一旦遭遇意外，那将是他安全逃走的最佳选择。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勾勒出目标的活动范围，他居住在离贝克兰德桥区域不远的地方，考虑西区和乔伍德区的塔索克河两岸。你们给予的资料只能推理出这些内容，虽然听得不是太明白，但似乎很有道理。休和福尔斯互相看了一眼，郑重点头，收回资料，起身告辞。望着助手送2位女士出门的背影，两鬓花白的艾辛格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件黄铜饰品，那是一本袖珍的摊开的书，书的中央有一只竖着的眼睛。艾辛格微晃摇椅，边摩挲饰品边低声自语道：麒麟格斯潜入贝克兰德了。普利兹港
某个地下室内，倒吊人阿尔杰坐在椅子上，冷酷地看着面前蠕动挣扎的男子。这男子做水手打扮，头部被淡蓝色的水膜完全包裹，一张脸憋得紫红欲滴，他的双手不断在脸上抓着扯着，但只能甩出一滴滴液体。终于，他承受不住，给出了屈服的信号。阿尔杰嘴角勾起，随意地拍了下掌，淡蓝色的水膜立刻崩解，化作雨滴落到了地上。那名水手打扮的男子大口喘起气，喘到剧烈咳嗽，咳嗽至撕扯心脏碎裂肺部。等到对方平缓下来，阿尔杰往后微靠，模仿愚者那种平静淡然的语气道：告诉我，麒麟格斯去贝克兰德的目的，他是为了完成一个委托，但具体是什么我并不清楚。那名海盗彻底失去了反抗的意志，老实而坦白的回答道：我只知道他可能获得的好处，麒麟格斯曾经在我们面前得意的提过，如果这次的事情顺利，他将得到他梦想许久的一件物品，海盗里的四王也将变成我王梦想许久的物品。阿尔杰皱起眉头，陷入了沉思。周一上午，克莱恩依旧没能休息，继续按照计划排查起廷根市有红烟囱的房屋，可惜这一次他还是没能发现目标。他在中午时分回到家里，热了昨晚的剩菜，啃了条燕麦面包，接着补了1个小时的眠。等到2点40分，克莱恩放下手中的书籍，用灵性密封了卧室，再次进入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他随意的坐到青铜长桌上手，没去管太阳心跳的频率有多少，伸出右手，提前给了回应。白银之城内，戴里克·伯格正在练习场上挥洒汗水，眼前忽有恍惚，看见了重重灰雾，看见了灰雾深处端坐于高背以上的愚者。他先是一怔，旋即停止动作，低下头颅。等到幻觉消失，他默数起自己的心跳，拿着银白色的直剑，快步走向休息区域。1000次心跳后，他已经将自己反锁在了单独的盥洗室内。又等待了10几个呼吸的时间，他看见深红的光芒从虚空涌来，一下就将自身淹没。灰雾之上，克莱恩后靠住椅背，左边牙齿轻叩了2下，悄然开启了灵视。他看见太阳的以太体深处，斑驳的颜色变得纯粹，如同晨曦，于是微笑开口道：祝贺你，歌颂者先生。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对方那张高背椅后面的璀璨星辰飞快移动，重组为象征太阳的符号。不需要我的意念，它就自然发生了变化，就像条件反射一样。除了宫殿、长桌和椅子，其他具现出来的事物都无法在我离开这里后得到保存，它们非常特殊。这灰雾之上的秘密真不少啊！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望着面前的一切，戴里克又低下了脑袋，内敛而谦卑地回答道：这都源于您的帮助，这只是开始。他对愚者能看出自己服用了魔药一点也不惊讶。这时，克莱恩掏出银色的怀表，按开看了一眼，轻笑道：那我们开始聚会吧，记住，之后也大概是这个频率。或者说间隔说话的同时，他与象征正义倒吊人的深红星辰建立了联系，将2位成员重新拉入巨人居所般的宏伟宫殿内。奥黛丽刚看清楚面前的景象，立刻用轻快的语气打起了招呼：下午好，愚者先生，我这里还有一页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下午好，太阳先生，拿到读心者配方了吗？第158章，有备无患。正义小姐总是能保持愉快的心情，真是让人羡慕啊，希望我也能这样。听到那轻快的招呼声，端坐青铜长桌上手的克莱恩忍不住无声感慨了一句，但他旋即想到对方简简单单就拿出1000磅现金的事情，忽然觉得自己要想像正义小姐一样总是保持愉快的心情是非常困难的。太阳戴里克·伯格是个非常在乎自己信誉的少年，当即回答道：我已经获得了读心者的配方。这段时日里，他整理了父母留下的遗产，除了房子、家具和少数几件用来思念的物品，其余有价值的东西都被他拿到白银之城的黑市里，换来了读心者配方与歌颂者魔药的材料。目前仅靠定额的食物生活，但他相信这样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等通过战斗考核，他就会加入清理周边黑暗之物的队伍，领取不菲的报酬。等真正强大起来，我就申请成为精英小队的成员，探索黑暗深处，找到解除诅咒的办法。戴里克一边隐含希望的想着，一边侧头望向浓郁灰雾里的愚者。他上次就注意到，正义小姐在请示愚者先生后，能奇怪的让不知名的罗塞尔日记直接出现。
虽然戴里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觉得还是看一眼愚者先生比较好。你先在脑袋里回忆配方，然后拿起手边的笔，给予强烈的表达欲望。克莱恩状似悠然的后靠住椅背，因为太阳来自疑似神奇之地的白银城，所以他在对方面前具现出来的不是钢笔，而是羽毛笔，当然依旧没有墨水。戴里克不敢怀疑愚者的话语，当即握住了手边突然浮现的羽毛笔。没过几秒，按照吩咐去做的他不出意外的看见面前那张黄褐色羊皮纸上多了读心者魔药的配方。审视了2遍，戴里克保持着沉默，将承诺的事物推给了正义小姐。奥黛丽又激动又兴奋又期待，但非常矜持地接过，目光一扫，将克莱恩翻译过来的单词尽数映入脑海。主材料：幻影亚龙的完整脑垂体，半幽灵兔的脊髓液10毫升。辅助材料：没听说过的主材料。我知道的还不够多。最近一直从福尔斯和修那里恶补着常见非凡材料种类和名称的奥黛丽略显懊恼的想着。这种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什么叫观众。突然，奥黛丽听到轻微的敲击声，忙下意识地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他惊喜地看见愚者先生在用右手食指轻敲桌缘，并对自己轻轻颔首，做了个示意。什么情况？奥黛丽一阵疑惑，两眼茫然。他正待发问，眼角余光突地看见面前的读心者配方发生了变化，多了不少注释。主材料：幻影亚龙的完整脑垂体，又称七彩犀龙；半幽灵兔的脊髓液10毫升，又称法尔斯曼兔。辅助材料：这些我都认识。奥黛丽先是一愣，旋即从心底涌现出强烈的欣喜情绪。谢谢，愚者先生，您真的非常博学。他再次望向上手，由衷的感谢和赞美道。倒吊人阿尔杰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对正义的话语非常不屑。类似神灵的大人物，怎么能用博学来描述？这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本身就等于知识。克莱恩则坦然接受了正义小姐的称赞，因为这不是碰巧获得心理炼金会的读心者配方才做到的事情。将太阳拉入塔罗会后，基于对方所处白银城的特殊，他就一直在预防类似的问题，不断的找相应的资料来学习。即使达斯特·古德里安没有及时拿到配方，他刚才也能轻松完成注释，而经过之前的占卜和刚才的对比，他确信2份读心者配方都是正确的。这就是有准备没祸患。克莱恩略显得意的想着。奥黛丽又反复看了读心者配方几遍，恋恋不舍的收回目光，熟忍的表达出罗塞尔大帝的日记。这是您应得的。他放下钢笔，望着灰雾里的愚者道，另外我再给您的卷者300300镑怎么样？他说的有点心虚，因为3页罗塞尔日记才花费了他20镑，而同样位于序列8的治安官配方需要450镑。也就是说，从简单的数学出发，他应该于3页笔记之外再支付430镑。不过，奥黛丽觉得这也有自身幸运的因素，卖家并不清楚罗塞尔日记的价值，这才让他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罗塞尔大帝的日记，每页至少50镑。奥黛丽悄然握拳，无声给自己鼓了下气。300镑，我到今天为止，也就在德维尔爵士那里见过这么多钱。克莱恩一阵唏嘘，假装对金钱没丝毫兴趣的淡然点头道：合理的交易，这是我卷者的信息。他努力避免着从愚者口中说出贝克兰德银行不记名账户等降格调的名词，直接将它们呈现于了面前的羊皮之上。上周周三排查红烟囱房屋的时候，克莱恩抽空去了趟贝克兰德银行的廷根分行，乔装打扮的开好了一个不记名账户。这种账户只需要记得账号，并给予相应的密文，就能在贝克兰德银行的所有分行取出余额。如果开户人觉得这种方式不够保险，还可以附加签名和指纹的对照，那就比较麻烦了。克莱恩为了保密，为了隐藏身份，当时并没有这么设置，仅仅留下了一组密文。这组密文是用古赫密斯语书写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因为古赫密斯语本身就能无保护的用于祭祀和祈祷，不管是谁，只要敢于抄写这组密文，就等于在诵念我的名。那样一来，我能立刻接收到相应的提示，到灰雾之上分辨是正常的情况，还是有谁想窃取我的财富。克莱恩对自己想出的这个办法非常满意。这唯一的缺点是会轻微外泄愚者的存在，但属于可以接受的范畴。奥黛丽一边将罗塞尔日记推给愚者先生，一边拿过了写有对方卷者信息的羊皮纸。
上面标注着贝克兰德银行和对应的由一串数字组成的不记名账户。不知道愚者先生的卷者是男性还是女士，处于序列几？肯定很强大，至少不会比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差。奥黛丽难以遏制的发散了思绪，但她很快就收敛起注意力，开始记忆那个不记名账户。不需要这么麻烦。就在这时，她听见了愚者低沉平和的嗓音：你回家之后默诵我的名，能直接将相应的信息书写出来，这就像我画出占卜得到的红烟囱景象一样。账号很重要，绝对不能记错。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充了2句。这样也可以吗？从愚者先生的语言判断，他很有信心啊，不愧是近似神灵的大人物，这种事情都能办到。奥黛丽愣了一下，旋即释然，觉得这才符合逻辑，符合道理。可是为什么我刚才要那么辛苦的记忆配方？奥黛丽忽然又有些迷茫。这个时候，克莱恩按住那页罗塞尔的日记，没有急于去看，侧头望向太阳，平静问道：你希望获得什么补偿？戴里克认真想了下道：我最近没有迫切想要得到的物品，我应该很快就能消化掉歌颂者魔药，补偿就积累在那里。为对应的序列8配方做准备，或者必须的材料。序列8是奇光人，我有材料，就算我能获得，也不知道怎么给你消化。白银城果然掌握着扮演法。那里最高战力只有序列4，是受到了材料的限制吗？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示意成交。奥黛丽也敏锐察觉到了消化这个单词，斟酌着问道：太阳先生，你掌握了扮演法？戴里克不解地望向正义小姐，坦然回答道：这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白银城的通识课就在教导扮演法，通识课就在教导扮演法。奥黛丽看了倒吊人一眼，发现对方也在看着自己，双方豁然陷入了沉默。太阳的来历果然非常神秘，不知道愚者先生从哪里将他拉入塔罗会的，越想越让人敬畏啊。奥黛丽缓了下，望了眼高踞浓厚灰雾里没有丝毫惊讶情绪外露的愚者。这时倒吊人阿尔杰试探着问道：太阳先生，你们有讲清楚扮演法的注意事项吗？有。戴里克毫不犹豫的点头，我们的通识课讲得非常清楚，扮演法的注意事项只有一条，记住，你只是在扮演和我预想的一样，我们是在用巧妙的方式绕过阻隔，彻底瓦解魔药内残余的精神影响，而不是向他屈服。太阳啊，你还真是一个单纯的少年，这样就被炸出重要信息了。克莱恩微微一笑，将目光投向了面前的罗塞尔日记。第159章，赐予与献祭。黄褐色的羊皮纸上略显扭曲和张牙舞爪的中文写道：8月2日，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还深，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8月5日，今天见识到了高序列强者的实力，简直可怕，他们在某一方面已经发生了质变，变得像是神灵，难怪一直用半神半人来描述他们。我觉得称呼神话生物可能更加恰当。8月6日，让人感觉奇怪的事情，为什么7大教会对待魔药会有那样诡异的态度？在中低序列阶段，他们不仅给予获得晋升者主要材料，还慷慨的分享配方，演示配置药水的过程，如果有对应的仪式，必然也会详细讲解。而在高序列阶段，他们只提供成品的魔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在主要材料相对容易搜集且制作过程较为简单的中低序列阶段，不是应该保密配方，直接调制魔药给目标吗？到了高序列，由于主要材料难以获得，不是应该分享配方，让有希望晋升的成员主动去寻找吗？这里面肯定隐藏着我还不知道秘密。8月9日，这2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不是太好。我亲手开启的工业革命，亲手铸就的蒸汽与机械时代，将成为邪神降生的温床。什么意思？邪神降生的温床？克莱恩微皱眉头，食指轻缓地敲击起古老长桌的边缘。愚者先生遇到难题了，能让他为难的事情肯定涉及很高的层次。奥黛丽望着被浓郁灰雾笼罩的首领，从对方的肢体语言里解读出了他当前的某些状态。确实，在疑惑高层次问题的克莱恩想了一阵，没有得到答案，开始考虑启用占卜来寻求启示的可能。只靠这么单纯这么简单的2句话，要占卜出实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又不是预言家，直接占卜邪神降生的温床，感觉在做大死。邪神未必有永恒烈阳那么恐怖，但能力也许更加诡异，说不定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我。
而且也没办法占卜这样尝试有多大危险，因为一旦涉及到神灵，占卜有没有危险本身都会带来危险。先记住这个问题，多观察，多思考。魔药的事情上，教会的安排确实透着不少诡异，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许等通灵者，不，应该是死灵导师代理成为大主教或者高级执事，进入教会的核心层面，我能获得一定的暗示。罗塞尔说的真让人有点向往高序列强者的风采啊！一个个想法闪过，克莱恩停止轻敲古老长桌边缘的动作，望了望正义、倒吊人和太阳道：“你们可以自由交流了。”倒吊人阿尔杰当即开口道：“愚者先生，正义小姐，我新获得了一份情报，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潜入贝克兰德是为了完成一件困难的任务，他或许会在那里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另外，我还知道这件事情涉及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能帮助麒麟格斯很快成为高序列强者的物品，很快成为高序列强者，他就不怕失控吗？”奥黛丽抓住对方描述的重点，摆出观众的姿态，疑惑反问道：“麒麟格斯才是序列6的封卷者，距离序列4还隔着一个序列5。”阿尔杰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坦然回答道：“所以那件物品才非常重要。当然，这都是我的推测。我收到的情报是这样的。麒麟格斯认为，一旦他完成委托，拿到那件物品，他很快就能与五海之王纳斯特等人并称，让海盗里的4王变成5王，让7位海盗将军减少至6位。普通人或许不清楚，但作为非凡者，我们应该都知道，海盗里的4王要么直接是高序列强者，要么在超凡船只和神奇物品的配合下，拥有高序列的战力。麒麟格斯要想获得承认，与他们等同，必然也要有着接近的水准。所以我才那样推测，我只知道五海之王纳斯特是序列4的强者，不清楚他的魔药名称。克莱恩安静听着，没有轻易表态。太阳代理克伯格虽然完全弄不懂倒吊人描述的事件，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但他依旧听得很专注，只觉世界在自己眼前呈现出了一扇新的大门。海盗，他们生活的地方有书本上宣称的海洋，那和白银之城周围的环境有很大区别啊。他们似乎从来不担心诅咒的问题，不担心黑暗之物的侵袭，真是让人非常好奇。愚者先生叮嘱过，不要随意询问别人的秘密，那是不礼貌的行为。戴里克沉默地想着，来回审视起倒吊人和正义。你的推测很合理，当然，那也可能是一件能媲美高序列强者的神奇物品。正义奥黛丽浅笑回应道。倒吊人望了眼高踞于浓郁灰雾里的愚者，斟酌了一下，看着正义强调道：“我刚才的描述有2个重点，一是麒麟格斯会在贝克兰德待很长一段时间，二是涉及一件非常重要也可能非常神奇的物品。所以，愚者先生，您不心动吗？您有充裕的时间让您的眷者到贝克兰德。”阿尔杰默默在内心补了一句，但他不敢直接这么说，只能委婉地点一下。倒吊人先生，你不必反复强调，我听得懂你想表达的意思，但是我的实力不支持我掺和这件事情，而且我也没办法擅自离开廷根。克莱恩后靠住椅背，颇为无奈地想着，不说眷者，我倒是能找到2个较为强力的非凡者帮忙，一个是已经晋升了序列6的代理，但我不可能向他说明所有的情况，顶多提一句，收到线报，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潜入了贝克兰德，居住在某某某街道，打算做什么什么事情。那样一来，戴利很可能会直接调动职业者的力量，让事情变得非常混乱，非常麻烦。到了最后，如果你们依旧没能找到帮手，可以这么试一下，避免惨案的发生。另外一个是阿兹克先生，但我不可能向他透露愚者的身份，要想请他掺和到麒麟格斯的事情里，缺乏足够且正当的理由。一个个想法闪过，克莱恩平缓开口道：“我知道了。”见愚者依旧没有表态，依旧不重视麒麟格斯的事情，倒吊人阿尔杰暗叹一声，收敛起失落，开始与正义小姐交流这一周的调查结果。总之，我们初步锁定了麒麟格斯的大致活动范围，即将开始更进一步的寻找。奥黛丽先简单阐述了具体的情况，然后带着一种我在做大事做正经事的心态道：“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报，重点是麒麟格斯的爱好与习惯。”倒吊人阿尔杰边回忆边说道：“他非常喜欢吃鱼，尤其是海洋里的鱼，切片生吃。他爱喝烈酒，看不起香槟和红葡萄酒等。一旦上岸，他总是会找女人发泄，而他强壮的身体让单独的一个女人无法满足他。
他习惯用冷兵器，排斥热武器，他很难长时间脱离水。我的意思是，他隔几天就要游一次泳或者潜一次水。奥黛丽一一记住，在脑海里勾勒并丰满了那个叫做麒麟格斯的角色，希望能够成功，合作愉快。安静听完，他浅笑开口道：合作愉快。阿尔杰只能强迫自己相信，在贝克兰德很有能量的正义小姐。他们交流之中，克莱恩看似在认真倾听，实则思绪发散的想到了之前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太阳希望得到材料，该怎么给付对方的问题。神秘学已经能够勉强及格的他，习惯性就往仪式魔法领域寻找起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属于前面成功累积出来的路径依赖。之前翻职业者内部资料，看到过女神赐予信徒圣物的记载，不少涉及邪神和恶魔的祭祀仪式里也有物品降临的描述。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能在回应祈求的时候赐予对方物品，以此完成材料的给付？之前的尝试里，我暂时只能回应包含图像和声音的意念，但这不意味着永远只能这样。等我晋升序列8并稳定下来，或许会有新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我是否能将真实的材料或者物品带入灰雾之上？对，那些涉及邪神和恶魔的祭祀仪式，往往包含了献祭环节。我是否可以考虑自己献祭事物给自己？这样一来，也许真可以将现实的材料和物品带入灰雾之上。如果尝试能够成功，我就可以直接从正义太阳和倒吊人那里得到物品与材料，然后自己赐予自己。献祭属于较为高级的仪式，我暂时还接触不到。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尽快提升自己。克莱恩收回思绪，继续用高深的姿态听着3位成员交流，听着他们从麒麟格斯的事情一直讨论到某些怪物的特点。差不多之后，他微笑道：今天就到这里吧，遵从您的意愿。太阳代理克和正义倒吊人同时起身道。切断与3位成员的联系之后，克莱恩也飞快坠入灰雾，离开了那片神秘空间。回到卧室，他解除掉灵性之墙，拉开凸镀窗的帘布，让外面的阳光照射了进来。这一周有2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接受考察，晋升序列8，二是制作出扬言符咒，它的威能甚至会超过序列7、序列6。克莱恩望着外面的街道，充满期待的想着，明天应该就能收到阿兹克先生弄出来的灵异事件的报告了。第160章，把握机会。周二上午，已经结束了神秘学课程的克莱恩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找个安静的地方翻阅古今物名对照职业者案例集等内部资料，而是逗留于娱乐室和伦纳德、科恩里、洛耀玩牌。我只是让阿兹克先生创造一个能带出封印物30782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还得看我自己的临场发挥。克莱恩的心思完全没在牌桌上，以至于连连失手，在1个小时内就输掉了5苏勒，输得他颇为心疼，打算先专注一点，挽回些损失。昨天下午购买了扬言符咒的各种材料后，他的私房钱再次降到了不足1磅，而且这还要支付每天2苏勒的出租马车费用，以排查有暗红烟囱的房屋。等待科恩里洗牌的时候，他无聊的拿起面前的铜便士，随意做了个旋转。突然他看见洛耀盯住了自己，盯得非常认真。怎么了？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看见了那枚摇摇欲坠的铜便士。这是在警惕我用占卜手法作弊，队友间玩下牌，不用这么认真吗？他瞬间明白过来，干笑着按趴下了那枚1便士的硬币。就在这时，邓恩·史密斯敲门入内，环顾一圈道：莫尔斯小镇有些状况，伦纳德，你去处理一下莫尔斯小镇。克莱恩精神一振，故作好奇的问道：队长，出了什么状况啊？邓恩挥眸一扫，随口解释道：最近几天那里连续发生了几起疑似闹鬼的事件。先是有人在路过墓园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哭泣声，看到模糊的影子闪过，接着一位寡妇半夜醒来去盥洗室的途中，遇到了她过世的丈夫，险些吓晕。另外还有位独居的老者，总是听到房屋内有沉重的脚步声回荡，但只要他点亮蜡烛或者煤气灯，一切又归于安静。这个小镇的居民普遍信仰女神，当地的教士直接就将情况通报了上来，没有伤人，更接近于恶作剧，应该是阿兹克先生弄出来的。克莱恩用反复排练过的表情和语气道：队长，突然发生好几起疑似闹鬼的事情，背后也许藏着些秘密，在这方面占卜能够给予一定的启示，我想我能帮助到伦纳德。听到这句话，
伦纳德碧绿的眼眸立刻盯住了克莱恩，似乎想从对方的脸上找到线索与痕迹。邓恩则先是颔首，然后犹豫不语。克莱恩看到队长的反应，当即又补了一句：某些事情到了最后，或许需要一式魔法来彻底净化。有道理。邓恩想了下道：那你和伦纳德一起去莫尔斯小镇。不等别人开口，他又自己补充道：你下午的格斗练习应该是赶不上了，我会找人去通知高文的。第一步完成。克莱恩暗自吐了口气，快速收拾起面前的苏乐与便士，弄到一半，他的动作忽然僵住，侧头望向邓恩，郑重开口道：队长，我认为我们必须得预防最坏的情况。如果闹鬼事件的背后有一个强力的怨魂，仅靠我和伦纳德恐怕会非常危险，而停根市区到莫尔斯小镇得3个小时吧，就算我们及时派了电报求援，也得坚持很久。所以邓恩打断了他的描述，我希望再得到一位队友的帮助。克莱恩装出思索的样子道，而且按照规定，3位及以上职业者共同行动，能够申请使用3分级封印物。3到782分最适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听到这里，旁边的伦纳德笑了一声道：这果然是你的风格，谨慎小心，绝不冒险。你仿佛在说我怂，我可是直视过永恒烈阳的人。克莱恩假装没听见伦纳德的话语，诚恳地看着邓恩。史密斯道：队长，你的意见呢？确实得预防意外，最近发生的巧合太多了。邓恩仿佛在思考般点了下头，看了另外2位队员一眼道：科恩黎，你和伦纳德、克莱恩一起去莫尔斯小镇。你快速拟一份申请，等我签字之后，就到查尼斯门后取出封印物。3到782分。好的。个头不高的科恩黎放下了手中的纸牌。好的。克莱恩在心中握拳欢呼道，但表面却是一副惴惴不安、谨慎凝重的样子。此时此刻，西加特昂在监控疯人院的胡德、欧根、弗莱伦直查尼斯门。出了娱乐室，克莱恩穿上黑色燕尾服，拿好帽子手杖，与伦纳德一块在通向地底的阶梯口等待科恩黎。四下无人，安静冷清。伦纳德忽地侧头望向克莱恩道：我认为你最好放弃不实际的幻想啊。什么？克莱恩茫然回应。伦纳德上前一步，立在阶梯边缘，俯视着幽深的下方道：即使是在任务里，你也不可能发现我的秘密，明白我特殊的地方。同学，不要这么自恋好不好？原来你以为我主动申请参加这个任务，是为了暗中观察你，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方面的事情。克莱恩先是恍然，接着嘿了一声：你又怎么确定我的特殊不能帮助我发现你的秘密？伦纳德的表情凝重了几分，但他旋即展颜笑道：是吗？那我等待着你的发现，等我搜集到更多的信息和物品，我就去灰雾之上帮你做一次占卜。不用谢。克莱恩用腹诽回应着对方。没过多久，矮小精悍的科恩黎拿着变异的太阳圣辉出现在了蜿蜒的阶梯上。感受到那种独特的温暖和纯净，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知道自己终于完成了窃取永恒烈阳神血力量的计划里最初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接着，一行3人离开黑金级安保公司，来到佐特兰街，走向了属于职业者小队的马车。进化的效果不会影响到马匹吧？科恩黎突然有些不安地问了一句。我可不想让只会赞美太阳的马拉车。他成为职业者的年限仅比克莱恩长，经验远称不上丰富。不会，封印物3到782分只进化具备较高智慧的生物。克莱恩压低嗓音回答道。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被蚊虫叮咬了。他在心里木然地补充了一句。原来是这样，呵呵，我当初看资料看得不够仔细啊。科恩黎按了下自己的黑色高礼帽，恍然笑道。因为克莱恩还没有掌握驾驭马车这项技能，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他坐在车厢内，边摩挲掌中的封印物30782，边悠闲地看着伦纳德和科恩黎轮流驾车。午餐时分，他们终于抵达了莫尔斯小镇。真美啊！科恩黎走下马车，望着小镇周围一望无际般的金色麦田，由衷地赞叹了一句。象征火山星座的日期接近结束，丰收星座即将主宰每个人的生活。伦纳德立在车夫的位置，环顾着四周，嘴巴张了张，仿佛想做一首应景的14行诗，但最终他只憋出了一句话：真美啊！克莱恩忍着笑，戴好礼帽，拿住手杖，走下了马车。这时，一位穿黑色教士服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在胸口画出绯红之月道：赞美女神，你们是圣塞琳娜教堂派来帮助我们的朋友吗？是的，斯艾尔教士，
愿女神庇佑你。伦纳德跳下马车，微笑回应道：“我们是专门来处理最近几起闹鬼事件的。疑似灰发蓝眸的斯艾尔看见不少镇民靠近，忙强调了一句：莫尔斯小镇并不大，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顶多10分钟就能进入平原。常住这里的人们很难不认识彼此，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明里暗里传得沸沸扬扬，所以热切等待着黑夜女神将会派人来解决问题的不少镇民，一看见教室在迎接3位陌生人，就纷纷难掩好奇和关切的围了过来，有的踮起脚尖，有的竭力侧耳。伦纳德轻笑一声道：教士，请放心，我们是专业的。你看，我们带了圣水、银笔、黑暗圣灰以及大蒜。他一边说，一边变戏法般从衣物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了描述的物品。大蒜，你是想用刺激的味道熏死鬼魂吗？克莱恩好气又好笑的看着伦纳德的表演，斯艾尔则一脸迷茫，甚至开始怀疑圣塞琳娜教堂是不是找了群骗子过来。那些围观的镇民们却齐齐露出欣慰的笑容，似乎终于得到了解救。伦纳德靠近斯艾尔教士，于他耳边低声解释道：他们就信这些。不等对方回神，他又补充道：我们先去教堂解决午餐，之后再处理那些事件。对，午餐很重要。等处理完那些灵异事件，就是轮换看守封印物30782的时候，就是我制作扬言符咒的机会。希望一切顺利。扬言符咒当然得在白天制作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克莱恩在旁边充满期待的想着。